如果我跟你說手表居然可以打電話，那不是小天才吗 ？Apple Watch 也行啊。是真真正正把手机做进手表的形态里，而且是23年前。好家伙，满满当当！更怪的是，這裡還有個鏡子，衣冠不整不讓打電話是吧？先生，呢度衣冠不整，恕不招待。好，胃口已經吊得很久了，直奔主題。Pick one。CECF88手機手表2合1，完整的9宮格排布，齊全的功能鍵，還有根天線。看得出來的小伙伴已經看出來了，這一款不能觸屏，因為它來自2003年。彈幕上告訴我一下，你們都是幾年的？數碼產品真的很可惜啊，年代久遠就會塑料老化，很難完整保存下來，表带和按键都掉得差不多了。就這麼放着，每天都會掉一點，真怕再過一會兒連視頻都拍不了了。那這玩意兒最誇張的是它的配件生態，是的，能用上生態这個詞。你猜猜看，這個小盒子裡面都有什麼特工裝備？一個個來看哈。首先呢，是一只無線耳機，注意不是藍牙耳機，那個年代的手機還沒有普及藍牙，所以呢，這是一只紅外耳機。看到機身上面這個黑黑的區域了吧？這個呢就是紅外的發射和接收區，這個呢就是外置攝像頭。不得不說，這個腦洞是真大呀，一插就 OK 了。我是真的绷不住了，看着像个戒指。那这神奇的玩意兒怎麼用呢？翻開這一本125頁的說明書，逐幀學習。開頭的就很好啊，祝您成為數碼時代潮流的領導者。別說03年了，放到現在也是引領潮流的呀。戴在手上大概就是這個樣子，平時可以用免提通話，想私密點呢就用紅外耳機。用起來也是非常的講究，手錶和耳機的夾角不能超過30度，兩者的距離不能超過60厘米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陽光直射或者光線強烈的地方也會受到干擾，請背對陽光通話。終於到了這一枚戒指了，一端接手錶，一邊戴在手指上，它也是一個耳機，用起來大概是這樣的。可能特工培訓的第一課就是憋笑吧。而且想要給這一堆充電全部放進底座就好了，什麼叫做頂級啊？這麼全面的手錶手機，小伙伴們可以猜猜看它的官方售價，8888，比8848還要貴40塊錢。我說我們不比了。即使現在我們已經體驗不到它的全部功能了，但它的情緒價值還是給滿的。不得不感嘆，2003年真是外星科技啊！這2007年的數碼界有2件大事，一是 iPhone 發布，這條時間線大家都很熟悉了。另外一個呢，就是 CECP W100 的面世。有了 F88 的經驗，加上07年那個充滿經濟上行為的時代 ，W100 即便是現在看也不過時。可拆卸的錶帶設計，兩側有質感滿滿的皮革裝飾，自帶雙電池和座充，數字按鍵全沒了，只剩下6個規整的功能鍵，這就暗示着它是可以觸控的。不過呢，是電阻屏，還真別說，電阻屏的缺點在這上面還真不是個事兒。如果是電容屏，1.2英寸，2根手指就把屏幕給擋完了。恰恰是電阻屏，需要尖銳的東西去戳，反而順手多了。爽！一個白色錶的帶，那是不是還挺好看的？只有30克哦，別小看戴不戴的區別哦，戴上來你才會意識到這一塊手錶手機只能單手操作。有一個很有年代感的操作，就是使用之前得先插上 SIM 卡，這就不得不掏出一張全尺寸的神州行。我看行，聽說將近2億人。伴隨着一陣強勁的音樂，開機了。W100最引人注目的設計，就是把這一顆高達130萬像素的攝像頭集成到了機身裡面。那咱們就來重點研究研究。我幫他狡辯一下，這個鏡片的磨損實在是有點太嚴重了，但是至少還是能認出來拍的是啥的。你好，還能換10幾種濾鏡，實用性和可玩性都拉滿了，甚至可以通過藍牙導出來，給大家欣賞一下07年的世界。時間來到了2008年。如果讓你來設計 W100 的迭代款，會怎麼設計呢？很意外啊 ，W200 居然倒退了。原先簡潔的按鍵變成了12個數字鍵，左右兩側還各有3個功能鍵，當然還有經典的通話，還有掛斷鍵。
為什麼攝像頭給砍掉了？不過屏幕依舊是電阻觸控屏幕，還增大了0.1英寸，而且還很貼心啊！看到表在這裡了嗎？專用觸控筆，噔噔，它就收納在這裡，拔出來顺帶就伸長了，天才！說了半天，大家一定都很好奇，這個系統用起來怎麼樣？好消息是，炸裂的開机音效沒有呢。表盤也是名表款式。哇哦！抬手亮屏，那当然是沒有的嘍。它有超級經典的按鍵解鎖，內置的250KB 的存儲空間。我這二手裡面還帶着一個1GB 的卡，這含金量誰懂啊？你这內存多少錢一個 G 啊？2塊錢1兆。除了打電話這些基礎功能，小時候第一時間肯定是找遊戲啊。這個看着就不錯。哎，怎麼不動啊？看一下說明吧。哦，得按键呢。而且明顯這些按鍵布局是根据9宮格設定的，在 W200 的按鍵上就顯得非常的奇怪。更怪的是，確認和返回鍵就在它們上面，對吧？但實際上是這個才是確認，這個才是返回。真給我用力解了！此時距離 iPod Nano 6發布還有2年 ，W200 又一次走在了時代的前面。接上耳機，我們一起重返2008。我和你牽手，同住地球村。不知道大家感覺這3款手錶怎麼樣呢？哎，有小夥伴應該注意到了，這3款神奇的手錶手機都來自同一個品牌。直到08年智能手機興起，山寨機衝擊，最後走向貼牌的命運。其實，在他們的年代，前沿的人用上了 iPhone， 更多的人在用着功能機。而我在4年後的12年，才真正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第一台智能手機——三星 Galaxy S3。手錶手機這個品類毫不誇張，是充滿想象的。但就像 F88到 W100，再到 W200，也逐漸變得無聊了起來。再看看现在我們能買到的手機，跟這3款極具想象力的產品已經不是一個世界了。OK， 那麼以上就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啦。如果這期視頻還有點意思的話，記得給我點個3連關注哦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鐵里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哎，它這裡還有一個售後的電話哎，我打過去看，哎不對。您的號碼有誤，查證後沒錯啊，再撥。這不對的嗎？515087717，沒錯啊。